女体城作为日本独特的一种饮食文化，对于成体的要求非常的严格。他们要经历非常残酷的训练，方可上岗。他们要在身体的6个点依次放一个鸡蛋，一动不动地坚持4个小时。如果鸡蛋还在原位的话，才能过关。哎，先生，手是不能碰到成体的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大家看着啊，只有符合要求的成体，失去死时，提前4、5天，他们就要节食。我现在去报告陈队。提前3天，他们就要清理肠道。你们看看他的身体多么的匀称呢！新鲜如初，新鲜如初啊！来，我还以为是什么高级酒会，结果简直就是伤风败俗。早知道这样，才不来呢。便宜了这帮狗男人。大家不要喧哗啊！我们是山江公安局的啊。不是，警官同志，请问你是这儿负责人吗？大丈夫です。我问你是不是这儿的负责人？哦，是这样，我是这儿的负责人。嗯，你好，有人报警说你们这个女体城失去尸体。尸体？哦，这怎么可能？这不可能啊！有没有人？哎，有这个必要这么大张旗鼓的吗？啊？你完全可以先通知我一下，然后我们再私下里解决呀，是不是？哎，马局就是这么教育你们的吗？啊？你有马局电话吗？要不然您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过这儿来亲自教育我。我告诉你，你要对今天的局面给我负责任，你要给我彻底的消除影响。我跟您重申一下啊，我们是依法办案、执行公务。配合我们民警调查取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，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配合。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把你的警号告诉我。小奥，这房间里所有人都不许动，挨个的询问。是，老大。行，你就做这第1个吧。张凯，给这位先生找个单间。往他这边请。马上去。金莲，怎么样？尸体的脖子上有明显的勒痕，从勒痕的宽度和周边的印痕来看，凶器比较宽，周边有棱角，应该是腰带之类的物体造成的。初步推断，死者应该是勒后窒息死亡，室温也比较低，大概在4至5度之间，死亡时间在32个小时左右，应该是21号当天的事情。带回去解剖了。是。都怪我心软，本来今天应该李天涯值班的，可是他跟我说他女朋友过生日，非要跟我换班，这下可好，餐厅关门不说，我的工作肯定也得泡汤。哎呀，我真是倒了血霉了我。再倒霉也不如死者倒霉。认识死者吗？认识，他叫吴倩玲，是个大3学生。之前他是在我朋友圈里知道我们需要女体城的，完了他还挺担心错过这次挣钱的机会，
所以私底下他跟我说，等到事成之后会给我一个红包作为感谢。所以，红包，做一次女体城大概多少钱？准备期每天是3000，活动当天8000，一共17000。还有准备期。这女体城吧，它门道还挺多。面试通过了，再签正式合同。合同要求他必须提前4天，也就是18号就得住进酒店。完了，每天还得定时清洁身体、清理肠胃。还这么多事儿呢？他们日本人还真挺重视这事儿的。继续。然后每天晚上7点，吴倩玲得跟着李师傅一块儿去训练，一直要训练到9点。李师傅是谁？李师傅是厨师长，也是我师傅。因为女体城这种方式比较特殊，所以日方要求只能厨师长级别的人才能接触食材和女体，说是为了保持神秘。啊，对，平时都是我一个人接触女体，只不过平时摆放的都是普通的食材，这次呢摆放的是正式的鱼生，所以多少我有点紧张，所以赶紧急急忙忙的摆完了呢，也就完了。客户反正挺满意的。哎，这种出洋相的事儿，以后给多少钱我也不干了。昨天晚上你们一起训的练？啊，对，7点到9点。训练完以后，我还跟他说回去早点睡，早点休息。那今天是几点见的面？下午5点。啊，我们定好了下午5点准时到。然后我到了以后呢，我就看见他戴着面具已经躺好了。我估计他可能是不是有点紧张啊？所以我也没太在意，就摆上了，我就开始摆了。你就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对？他没有呼吸，你没有察觉吗？哦，我们平时训练，尤其是这几天，就是训练的这个，呼吸要细微，心情要保持平静。当时我摆的时候，我还心说，哎，这姑娘训练的不错。你要说非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，就是觉得她的身体的温度有点凉。不过这也正常，做女体城就应该局部降温。我以为她自己已经冰敷好了，所以就没太在意。那麻烦李师傅把你的腰带借给我们用一下啊，谢谢配合。哦，好。是李师傅亲自推进那个日本老头房间的，我一直就在那房间里面站着来着。老头检查完了，我就给推出来了。因为女体生讲究的是食材尽可能的新鲜，所以我就以最快的速度把女体城送进宴会厅了。也就是说，是你把女体城从房间推到宴会厅，这一路上没有任何人接触过女体，对吗？对，我100%保证。合同要求吴倩玲下午5点自己戴上面具，躺到那个专用的推车上就行。我5点钟到后厨的时候，看她已经躺在那儿了。李师傅正在往上摆放各种食材，当时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。那你和李师傅就都没和吴倩玲搭个话什么的？没有啊，日方为此还特地派人给我和李师傅还有吴倩玲上了课。他告诉我们，女体城最重要的就是要把身体当作器皿，要求做到一动不动。所以要求我们第一，要摆放迅速，保证鱼生的新鲜；第二，不要跟女体说话交流，或者刻意的去刺激她，让她尽可能的保持平静。所以我和李师傅也都没敢跟她搭话，看她一动不动的，我们也都没多想什么呀。瞧你们干的这路事儿。来，您看一下，这都是您说的吧？是。那麻烦您在这儿签个字，按个手印。把腰带留下来。我不系腰带。行，那你可以走了。手机保持畅通，有什么问题我们随时再联系您。好。下一个。完事了，赶紧走。好。
保安部说这层监控坏2天了，正准维修。坏了啊？坏的还真是时候啊！现场这么多人，死亡时间范围又这么大，这活咱们有的干了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陈队，你认识他呀？认识。他在这一层来来回回好几遍了，我们看这有问题就给抓起来了。他说他认识你，就给带过来了。你们做的很对，把他交给我吧，你们忙你的啊。哎，陈队，怎么？先把这些人放了吧。放了？为什么呀？你看这是啥？什么呀？烟青虫。这个呀，是我在女体城的尸体下面发现的，就藏在女尸的下边，而且发现的时候啊，浑身冰冷。我估计啊，她是被冻死的。冻死的？啊？这个烟青虫啊，一般只吃新鲜的蔬菜，没听说过吃生鱼片的。它就出现在女尸的下边，这说明啊，女尸和推车曾经在距离蔬菜很近的地方。而且环境特别冷，冷到这个虫子呢想往人的身体下边钻。金人不是也说了吗？尸体当时温度特别低，你们可以去找找看，看哪个保鲜库里边有新鲜的蔬菜。唐凯，这样啊。你把在场所有人的个人信息都留好，然后让大家就散了，啊？啊？散了？对，散了。哎，是。我这儿，哎，你带上你们痕迹的人，让酒店带你们去后厨的保鲜库看看。是。哎，穿过去就在书房后边。好，谢谢。哥几个，跟我走。就在这里。哦，我原来姓简，后来随外婆姓谭。真的？你也是分微信图啊？别告诉我你也是啊！我也是，我一直都是。看吧，小概率事件发生了。陈队，陈队，这地上有推车车轮的痕迹，那堆菜叶上面还有一个清晰的脚印。喂，陈队，啊，我问他们几个人，他们说保鲜库的钥匙，除了保卫部门，就只有值班经理和厨师长李师傅有了。啊，人我已经让老邓带回去比对脚印了，钥匙也交痕迹科了，目前就是这个厨师长李师傅还联系不上。联系不上。对，这个人啊，在录完口供之后就不见了，手机不通，家里电话也没人接。车呢？有车吗？车牌号是山 G4040。调监控，全程追捕。收网。是。
下车！下车！9月22日下午，举世瞩目的第11届亚洲运动会在北京工人体育馆隆重闭幕。经过14天的激烈竞赛，我国体育健儿和各路健儿一起刷新了42项亚洲纪录和98项亚运会纪录，同时打破4项世界纪录，平5项世界纪录。我国体育健儿一路领先。金牌和奖牌总数均位居第一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明天同一时间，请继续关注亚运会的特别报道。文慧老师，我们把妆卸了吧？那不行，一会儿要突然插播新闻怎么办？不会了，姐。文慧老师，闭幕式都已经结束了，不会再有插播新闻了。再说了，您已经奋战了10几天了，也该休息了。你确认？文慧老师，您还不信吗？信。现在啊，我能信的人啊，只有你一个了。姐，你看你儿子这么帅气又孝顺，你真是好福气。好了，收工了，大家辛苦了。过2天请大家吃饭。啊，没事。谢谢文医生。文医生，我知道你刚来，还在适应这份工作。我最后再提醒你一句，不管慧姐在不在场，我都是她的弟弟，叫文白。她是我姐姐，叫文慧，好吗？好，对不起啊，今天我光想着叫文慧姐姐的事儿了，把您是儿子不是。把您是弟弟这件事给忘了，对不起。慧姐的病情很不稳定，说话一定要注意。如果再有下一次的话，我会向你院领导反映。别，千万别向我们院领导反映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文慧姐。这是你和其他2位工作人员的劳务，替我给他们。谢谢文医生。来，金玲儿。尸体全身唯一的伤痕在颈部，根据颈部勒沟的特征和勒沟下深层组织的损伤及其生活反应，以及同时伴有的特殊颜面征象和明显的窒息征象，可以明确判定，受害人是勒喉窒息死亡。凶手应该是一个男性，力气比较大，身高在1.75米以上，右手的力气大于左手，应该是用皮带一类的东西勒死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尸首。我没想杀他，我就是尸首，我就是尸首。前一天晚上，我们最后一次训练，约好了用真实的食材，地点就在保兴库房。李师傅，我来啦！哟，来了。啊，我刚洗完澡，我嫌换衣服麻烦，我就穿这身过来了。挺好，挺好的。你躺上吧。李师傅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刚才喝了点酒啊，再来啊，再来。10几年了，都没碰过女人，我就。你先关门！干什么？他要是不喊，我也不会勒他。我真的是失手。我知道，这几天他都不能出酒店，也不允许接触外人，而且餐厅这层的监控也坏了。我就想赌一把。赌一把，看看能不能让他撑过女体城。
女体城也是一动不动的，等结束之后我再处理尸体。不然，没参加女体城，人就消失了，反倒会麻烦。 要学的书先走了。嗯，好。哟，李叔，忙着呢。啊，经理。那您忙，我过去了。好，慢走吧。好。 师兄，恭喜你啊，又独立破了一个案子。谢谢你啊，师兄。坐吧。说好了，今天我请客啊。这位丑尔摩斯又为我们立了一功，上次没请成，这次一定要补上。我请，一样的。不一样，我又没帮到你什么忙。是啊，没你的事儿。那开始吧。 我今天真的是饿坏了。你知道今天为什么带你来吃烤肉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的这位师兄呢，有一句至理名言，他说我们学医的要学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开，所以打从我进警局的第一天起啊，每次尸检完，我师兄就一定要带我吃烤肉，各种烤肉。为什么呀？为了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啊。哦。 啊，
那我能不吃吗？不能，你现在已经是我们警局编外的宠尔摩斯了，一定要学会把工作和生活分开。况且你来都来了，总得体会一下当时我师兄是怎么折磨我的吧。来，多吃点。那会儿啊，我真的是吃了吐，吐了吃，都不能听到烤肉这2个字儿。直到现在啊，就只能跟我师兄吃，换做别人啊，打死我都不去。小谭和你不一样。对啊，我又不是法医。你是不是法医？可是你在长身体啊，所以你要多吃肉，吃肉你才能长高啊。来，多吃点。不好意思，我要回单位一趟，你慢慢吃啊。然后陈队，我现在觉得啊，你和嫂子备孕这事儿可以重启了。你知道备孕吧，它就像是一场马拉松，你不能用短跑的战术，你知道吧？啊，我就这么随便一说，我也不大精通。你记着吗？那天唐凯审问李国忠的时候，他居然主动交代，那姑娘身体有点凉。表叔非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？就是觉得她的身体的温度有点凉。啊。现在看来，好像他在故意提醒我们，那尸体是从保鲜柜里拿出来的。还有啊，如果你是凶手的话，你杀了人，会把凶器随身携带吗？那你是说，就是李国忠？陈队，你看看这个，经侦队刚刚破获了一起校园贷犯罪团伙。校园贷？对，就是专门针对大专院校的学生，尤其是对女学生放贷的团伙。哦，放贷其实很简单，不需要任何抵押和担保，只需要女学生拍一张不雅照，但手持自己的身份证。真他妈是活久见了。那这事儿跟咱们这案子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了，我在受害人的文件夹里发现了吴倩玲。谁？吴倩玲。回来了啊，陈队，哎，怎么样？有什么新发现吗？有。李国忠的单位和同事对李国忠的评价都很好，说这个人好，手艺好，做事认真负责，对徒弟们也都很好。私生活方面一直很严谨。据说10几年前他老婆就跟别人跑了，然后他一直没有再婚，是一个人把孩子给拉扯大。这期间呢，给他介绍的对象也不少。按理说他人好，手艺好，又能挣钱，再找一个并不难。但是这么多年，他就是一直一个人单着。他徒弟说呀，他有很严重的前列腺炎，不过这种事儿也说不准，有的时候就是一时冲动。说来说去还得怪这女体城，日本封建糟粕，害人害己。文医生，你平时都在哪儿看球啊？在家啊。你呢？你在哪儿看？我上学的时候在网吧看，在昆虫所里就窝在自己的小窝里看。地方大，网速快，不花钱，随便喊，砸东西都没人管。好啊，我下次去你家看。好。
好啊，反正我自己一个人看球也没劲。这是一个很小众的项目，你是怎么喜欢上的呀？是因为我爸爸喜欢。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经常带我看比赛，专业的、野球都看。这个项目在咱们这儿特别少，全中国都特别少。是啊，所以说咱们两个是小概率事件。喂，快！哇！喂，现在吧？好。金玲说让我们去找她一趟。他说：“你知道他们单位在哪儿？”我知道，去干嘛？啊，他说要送我巧克力。给，没骗你吧？白色恋人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喂，你也不要这么直接嘛。效率快。这个你认识吗？当然认识啊，这是美洲大蠊的卵鞘。美洲大蠊，简单来说呢，就是大蟑螂。怎么了？这是我在吴千灵的口腔里发现的。这就对了。怎么就对了？在餐厅第一次靠近尸体的时候，我就闻到了一股蟑螂的味道。我还有一个事儿找你帮忙。帮一赠一。把你皮带解下来。用它来强暴我。好。等一下。你们就不觉得你们的对话有哪里不对吗？怎么了？没什么，你们继续。啊，金玲是让我和他模拟一下作案经过。懂我。那我肯定比小谭合适啊，我力气更大一点。你这双手啊，是留着救死扶伤的，伤到就不好了。你果然懂我。来吧。我待会儿呢，从这儿冲下来，你就勒住我，好吧？好。预备，开始。救命啊！哎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可能会真的用力，所以我不会给你背摔的，好吗？啊，那就好。浪费时间。来，小心点。好。预备，开始。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！不许喊！救命啊！不许喊！景天，可以了，松手。还好吧？对不起，本能。2盒白色恋人啊2个。